黄仁勋的 NVIDIA 市值刚刚突破5兆美金，正式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家5兆俱乐部公司。Apple、微软、Google 加总都比不上它一家。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今天带你看懂这个5兆背后的真相。为什么 NVIDIA 强到没有对手？因为 NVIDIA 做 AI 晶片这件事，全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英特尔2年前说要追，结果高第3出来，性能落后 H100 2个世代。AMD MI300 虽然发表了，但软体生态整整慢 NVIDIA 18个月，客户根本不敢压。Google TPU 自己做爽的，不对外卖，这就是垄断。再看另一边，6月初矽谷疯传一个画面 ，Sam Altman 跟孙大 Pichai 在The Information 大会上隔空互呛。Altman 说 Google Gemini 还在追 GPT-4 等级。Pichai 反击 OpenAI 的盈利模式不可持续。媒体说2大 AI 巨头开战。各位听我说，这2个都在演戏。为什么？因为这2个都怕被反垄断调查，所以必须演得像有竞争。真正的垄断者最会做的事就是装有对手。今天我要问你一个更狠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创业者最常输？因为从第一天开始，他们脑子里只有4个字：拼价格、拼通路、拼服务、拼速度。没有一个人在想垄断。我们去看那个卖手摇饮的、卖早午餐的、卖 SaaS 的、卖线上课的，一律在跟对手打架，打到流血，打到烧钱，打到关门。今天这集我们拆解一本书，可能是过去10年改变最多矽谷创业者脑袋的一本。Peter Thiel 2014年的《从0到1 Zero to One》。Thiel 一句话总结整本书 ：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 monopoly is the goal。竞争是给输家玩的，垄断才是目标。听起来狂、狠、反直觉。接下来30分钟，我带你看为什么这句话是真的，为什么你过去想的可能90%都错了，为什么最会赚钱的人从不打架。各位龙虾，坐稳 EP51 开始。先讲人 ，Peter Thiel 是谁？1967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岁移民美国，在加州长大。Stanford 大学念哲学 BA， 然后 Stanford 法学院拿 JD。26岁在纽约 Sullivan and Cromwell 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结果做了7个月辞职，原因他自己后来讲，太无聊，而且我发现所有同事都讨厌自己的工作，但不敢走。离开法律后，他去 Credit Suisse 做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员，做了1年也觉得无聊，搬到矽谷。1998年，他跟乌克兰工程师 Max Levchin 创办 Confinity， 做 Palm Pilot 之间的电子转账工具，后来改名 PayPal。2002年，eBay 看到 PayPal 已经吃掉自家卖家70%支付，直接花15亿美金买下。Thiel 个人从这笔交易拿到6000万美金，正式变亿万富翁。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2004年，他听到一个 Harvard 2年级学生 Mark Zuckerberg 在搞 TheFacebook.com。Thiel 自己飞去 Palo Alto 跟 Zuckerberg 喝咖啡，聊完2小时，直接写支票50万美金当第一个外部投资人，拿到 Facebook 10.2%股份。今天这50万变成多少？超过10亿美金，获利2000倍。同年，他创办 Palantir。2005年创 Founders Fund， 投了 SpaceX 第1轮、LinkedIn、Airbnb、Stripe、Lyft、Spotify。这本 Zero to One 2014年出版，起源是他2012年在 Stanford 开的一门课 CS183 创业。当时一个哲学系大4学生 Blake Masters 把上课笔记整理放上自己部落格，结果被全世界疯传。Thiel 看到后，直接跟 Blake 合著，把笔记变成书。2014年9月出版，全球销量到2026年破300万册，翻译成30种语言。为什么这本书炸？因为它直接打脸 MBA 经典教科书，波特五力分析、蓝海策略、SWOT、Blue Ocean、Lean Startup。Thiel 说这些全部是在已知市场找缝隙的工具，真正的赢家不找缝隙，他们创造全新市场做唯一玩家。Thiel 不是学者，是实战打出来的观点。矽谷把这本书当圣经。进入第一个核心观念，从0到1跟从1到 N 的根本差别。Thiel 开宗明义，在书的第1章就给你看2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从1到 N 是什么？就是复制已经存在的东西。台湾巷口开第1000家手摇饮，东区开第200家精品咖啡厅 ，Threads 上超第500个情感系账号 ，IG 上做第3000个美妆开箱号，这些通通是1到 N。你做的事已经被人证明可行，你只是把这个模型搬到新的地点、新的客群、新的时间，学术上叫水平扩张。从0到1是什么？
创造全新的东西，从无到有。Elon Musk 2008年做 Tesla Roadster， 在他之前，所有汽车大厂都试过电动车，然后放弃。人类根本没有量产电动跑车的成功经验。Larry Page 跟 Sergey Brin 2000年做 Google 搜寻 ，PageRank 用网页互相连接的权重来排名，这是新数学。Mark Zuckerberg 2004年做 Facebook， 真实身份社交网络，跟之前用假名的 MySpace、Friendster 完全反过来。0到1是垂直突破，把人类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带到世界上。Theo 在书里写一句金句，我背了5年：从1到1是热闹的世界，从0到1是孤独的世界。1到1很热闹，竞争、厮杀、价格战、地推、KOL 投放、广告投放、SEO 战、市占率抢夺，所有人都在抢同一块饼，大家见面互相点头打招呼，因为都是同行。0到1很孤独，你做的东西别人听不懂，家人觉得你疯了，朋友劝你回去上班，投资人觉得太冒险，媒体不会报你，连你自己有时候都怀疑。但这就是分水岭，改变世界的人都在0到1，被改变的都在1到1。Apple iPhone 改变手机产业0到1，后面所有抄袭 iPhone 的 Android 大厂在1到1。Tesla 改变车产业0到1，所有跟风做电动车的 BMW、Mercedes 都在1到1。各位龙虾，认真自问，你过去3年做的事是0到1还是1到1？如果是后者，不是说你会失败，而是你的天花板已经被前面999个对手锁死了，你做的再好也只能抢到1%市占。Theo 的讯息很直接，如果你的人生只剩1次创业机会，别浪费在1到1上。进入第2个核心观念，也是全书最炸、最反直觉的一段：竞争跟垄断的伪善 paradox。Theo 观察一个事实，真垄断者跟真竞争者都在说谎，只是方向相反。真垄断者公开时会说我们竞争很激烈，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怕政府反垄断，怕消费者抵制，怕被舆论贴上吃人标签。Google 永远对外讲我们有病跟雅虎竞争，但实际上 Google 全球搜寻市占率到2026年还在 92%， 赚广告钱的能力是病的50倍。微软病对 Google 来说是假对手， Google 甚至乐见病存在，因为病一存在， Google 就能对外辩护我们不是垄断。Apple iPhone 永远对外讲我们在竞争，但 iOS 在高端手机市场利润拿走 80%。Visa 跟 Mastercard 看似是2家，但他们不打价格战，不互抢客户，20年没有第3家有实力竞争，这叫双寡头垄断，比单垄断更安全。反过来，真竞争者公开时会说我们在做不一样的事，我们是逆势玩家。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怕承认自己卡在红海。一家普通台北餐厅会跟你说我们是松露炖饭独特餐厅，假装垄断，但隔壁3条街有50家卖炖饭的。一个普通 SaaS 创业者会说我是 AI 加上会计加上币安加上龙虾的独特定位，听起来垄断，实际上只是把多个现有市场硬凑。一个直播主会说我是理工男系生活感独特风格，实际上 Threads 上有5000个一样的。这些人都在用组合多个维度假装有垄断，但只要你拆开来看，每个维度都是红海。Theo 给你的判断标准，看你有没有定价权。如果你必须跟对手比价，必须降价抢客，必须走低利润，你就在竞争。如果你可以涨价 30%， 客户还是排队来，你就在垄断。Google 涨广告价， Apple 每年新 iPhone 涨1000块，劳力士涨几倍，客户有的是。台积电过去3年涨价3轮，客户不敢吭声。你呢？你能涨价吗？涨 10%， 客户会跑光吗？如果会，你就在竞争，在红海，在1到 N。 真垄断者伪装成竞争者，真竞争者伪装成垄断者。Theo 这句话写在书的第3章，每个创业者都该背下来。进入第3个核心观念，垄断者的4大特征。Theo 给你一个垄断4栏位检验，4个权重才是坚固垄断。第一个特征 ，proprietary technology， 专属技术，必须比竞争对手好10倍以上。注意，不是好 10%， 不是好 50%， 不是好2倍。Theo 直接画红线，至少10倍。为什么这么狠？他讲得很白，如果你只好 20%， 客户懒得换系统的转移成本可能就吃掉这 20% 好处。如果你只好2倍，客户会犹豫，只有好10倍，客户才会说不换我就吃大亏。看实力
Google 搜寻比雅虎好10倍 ，PageRank 演算法对比雅虎人工编辑目录，搜寻准确度差一个数量级。Tesla Model S 加速比同等级汽油车好10倍，0到100公里2.6秒，对比 BMW M5 的7秒，而且还很安静。NVIDIA H100 训练 AI 大模型比 Intel CPU 快100倍，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 AI 公司抢 H100，根本没有替代品。第二个特征 ，Network Effects 网络效应，用的人越多越值钱。Facebook 没人用没价值，有30亿人用就无敌。Line 在台湾不能不用。Visa 跟 Mastercard 全球商家都接受。Airbnb 房东越多吸引旅客越多，旅客越多吸引房东越多，这叫双边网络效应，后进者根本没办法打。第三个特征 Economies of Scale 规模经济，越做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软体公司天生有，因为写一次程式可以卖全世界。Microsoft、Adobe、Salesforce 边际成本接近0。硬体公司要做到一定量才会有。Tesla 做100万辆比做1万辆单台成本低一半，因为摊提厂房、摊提研发、零组件大量采购。第四个特征 Branding 品牌，客户买的不是东西，是身份。Apple、LVMH、可口可乐、劳力士，客户付5倍价买的不是商品，是我是这个品牌的用户这个身份。4个齐备才是真垄断。Google 全中 ，Apple 全中 ，Amazon 全中 ，NVIDIA 全中 ，Tesla 全中。各位龙虾自查。你的生意有几个垄断特征？一个都没有，那你不是在创业，你只是在开店。进入第4个核心观念：小市场加100%垄断的进场顺序。Thiel 提出创业最关键的进场顺序问题，而多数人完全搞反方向。错误顺序，多数华人创业者第一天就锁定大市场，电商1年市值1000亿，美妆市场500亿 ，AI 教育300亿。短影音市场2000亿，然后一头栽进去跟既有玩家拼。3年内结果被资金更深、团队更强、通路更广、品牌更老的对手打趴。为什么？因为你进去就是第1001个玩家，从第一天就没有垄断可能。正确顺序 Thiel 框架：第一步，找一个小到没人想做的细分市场。看实例 ，Amazon 1995年只卖书。全美图书线上市场很小，贝佐斯第1年营收只有511万美金，所有零售大佬不屑做。Facebook 2004年只给 Harvard 的学生用，全 Harvard 6800个注册用户，商业价值近乎0。Tesla 2008年只做 Roadster 跑车，全年只生产147辆，单台售价11万美金，目标客户是矽谷有钱宅男。这些市场小到对手觉得做了不划算，对手嘲笑你太蠢。第二步，在这个小市场做到100%垄断。Amazon 拿下美国80%线上书店 ，Facebook 1年内拿下 Harvard 85%学生 ，Tesla 拿下豪华电动车100%，SpaceX 拿下民间火箭100%。100%垄断意味着定价权，意味着利润厚，意味着有弹药。第三步，从垄断的小市场横向扩张到相邻市场。Amazon 从书到 CD 到百货到云端 AWS 到 Kindle 到 Prime 影音 ，Facebook 从 Harvard 到常春藤盟校到全美大学到全球到 Instagram、WhatsApp 收购 Meta 元宇宙 ，Tesla 从 Roadster 到 Model S 到 Model 3到 Model Y 到 Cybertruck 到太阳能板到 Powerwall， 这就是 Zero to One 的进场 SOP。多数华人创业者错在第一步，直接跳到我要做电商100亿市场，从 Day One 就被屠杀。正解，你的第一个市场必须小到对手觉得做了不划算。当你在小池塘是大鱼，你才有体力游到大池塘。当你在大池塘是小鱼，大鱼一张嘴就把你吞了。进入第5个核心观念，这个观念直接打脸多数人的迷信 ：Last Mover Advantage， 最后一个进场才是赢家。多数人脑子里有个迷思叫先进场优势，觉得抢第一最重要，最先做的人会赢。Thiel 直接打脸这个迷思。他观察，历史上所有真正的垄断者都不是第一个进场的。看实例 ，Google 不是第一个搜寻引擎 ，Alta Vista、雅虎、Lycos、Excite、Ask Jeeves 至少10家在他之前 ，Google 1998才进场。Facebook 不是第一个社群网络 ，Friendster、MySpace、Orkut 在他之前 ，Facebook 2004才进场。iPhone 不是第一只智慧手机 ，Nokia、BlackBerry、Palm 在他之前。Apple 2007才进场 ，Tesla 不是第一个电动车
GM EV1、Toyota Prius、Honda Insight 在它之前 ，Tesla 2008才量产，全部都是当时的最后一个。为什么最后一个进场反而会赢 ？Theo 给3个原因：第一，前面的玩家替你踩雷 ，Alta Vista 试过10种演算法都不够好 ，Google 才知道压 PageRank。第二，前面的玩家替你教育市场 ，MySpace 教会全美上网交朋友 ，Facebook 不用从零教育。第三，前面的玩家替你定义问题 ，BlackBerry 证明大家想要行动 email， 但键盘难用 ，iPhone 一次全部解掉。Theo 金句。你不需要第一个发明，你需要最后一个解决。各位龙虾，看2026的 AI 赛道 ，Sam Altman、OpenAI、Sundar Pichai、Google Gemini、Dario Amodei、Anthropic 这3家在拼基础大模型抢第一，死命烧钱，烧到每年亏损上百亿美金。但真正会赢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某个现在还没人听过的团队，5年后突然出现，把 AI 在某个垂直应用场景做到100%彻底解决，那才是 Zero to One 的 Last Mover。赛道没结束以前，先进场优势都是错觉。进入第6个核心观念 ，Theo 7大 startup 必答题。Theo 在 Zero to One 第13章给你一个自检清单，任何创业者启动之前要先问自己这7题，每一题都必须答得出 yes， 答不出来的就回家，不要创业。第1题 ，Engineering question 技术题，你的技术突破是渐进改良还是革命性 ？Theo 标准很狠。比现有方案快10%，好10%，便宜10%，一律拒绝，因为客户换的转移成本就吃掉这10%好处，必须好10倍以上才有换的理由。第2题 ，Timing question 时机题，你的时机对吗？太早会死。Webvan 1999做生鲜电商，20年后 Instacart 才成功，太晚也会死。Theo 讲 Right thing, wrong time, lose。第3题 ，Monopoly question 垄断题。你的小市场能不能在5年内做到100%垄断？如果你的答案是我希望抢到市占率5%，直接 say no，5% 市占代表你卡在竞争里。第4题 ，People question 人题，你团队有没有不换不可的核心成员？任何员工都可随意换掉，就没护城河。Tesla 没 Musk 不存在 ，Apple 没 Jobs 不存在。第5题 ，Distribution question 通路题，你会不会卖 ？Theo 写一句金句。The best product doesn't always win. The best distributed product does. 多数技术人迷信，东西好，客户会自己来。Theo 直接打脸，没有 distribution 你会死。第6题 ，Durability question 护城河题，10年后你的护城河还在吗 ？Tesla 护城河会撑20年，因为超级充电网要20年才能盖出对手，但一个卖口罩的可能3年内就被淘汰。第7题 ，Secret question 秘密题 ，Theo 最爱问的。你看到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秘密吗？大家觉得很合理，没戏，被抢光了。大家觉得你疯了 ，bingo， 那就是 secret。Theo 投 Facebook，Musk 创 Tesla 都被笑疯，那就是 secret。7题全 yes 才创业，任何一题由头先别下水。把 Zero to One 框架拿来看 Theo 自己怎么3战3胜。案例1 ，PayPal 1998到2002，小市场。一开始 ，Theo 跟 Levchin 锁定的客群是 Palm Pilot PDA 用户之间转钱。当时全美 Palm Pilot 用户只有1万人，所有 VC 都嘲笑这市场小到不值得做。但 Theo 知道，小市场就是垄断的入口。后来他们转做 eBay 卖家支付，给卖家自动加 Auction Bid 工具，给新注册用户$10奖励。1年内 eBay 70%卖家用 PayPal， 横向扩张，从 eBay 跳到所有电商支付。跳到跨境支付，跳到网络红包，结果2002年eBay看不过去，花$15亿买下。Theo 7题套用，小市场、垄断、横向扩张、Last Mover、Secret 全中。案例2 ，Facebook 投资2004。Theo 看到 Zuckerberg 的 TheFacebook.com， 哈佛85%学生5个月内主动注册，这个 retention 数字惊人。Theo 在问自己 Theo question， 你看到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秘密吗？当时的 Secret 是真实身份社交网络比假名社交网络强10倍 ，MySpace、Friendster 都用假名，流量大但广告值低。Facebook 用真实身份，广告主可以精准锁定客群。所有 VC 看到20岁学生做的东西，直接拒绝。Theo 一个人说这是 Secret， 写支票$50万拿 10.2% 股份。今天50万变$10亿，获利2000倍。案例3 ，Palantir 2004。
Thiel 看到911之后 ，FBI、CIA、NSA 完全没能力把各部门资料库串起来。Thiel 的 secret 是把美国情报机构资料库整合卖给政府，所有 VC 拒绝投，因为政府单子签合约慢，流程政治化，利润被砍。Thiel 自己掏钱投，结果2020年 Palantir IPO 市值200亿，到2026年市值700亿美金，同时拿下美国90%国防情报软体市场，完全垄断。Thiel 3战3胜，全套用 Zero to One 框架，这不是理论，是他用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实打实验证过。把 Thiel 框架套到2026全球最大的2个垄断者。案例1 ，NVIDIA 黄仁勋，1993到2026。小市场。1993年，黄仁勋离开 LSI Logic 创 NVIDIA 时，他锁定的市场是 PC 游戏 3D 显示卡。当时全美 PC 游戏玩家只有100万人，主机板厂觉得这市场是鸡肋。但黄仁勋押对了。1999年 GeForce 256推出，拿下 PC 游戏显卡80%市占。横向扩张1，从游戏扩张到通用 GPU 运算 ，CUDA 平台2006年推出。当时所有人说 GPU 拿来做运算疯了 ，CPU 才是王道，那就是 Secret。黄仁勋投资10年没有回报，公司股价惨到掉到$10以下。横向扩张2 ，2012 AlexNet 用 NVIDIA GPU 拿 ImageNet 冠军，深度学习革命开始。横向扩张3 ，2022 ChatGPT 引爆 ，H100 变唯一选择，单颗4万美金还缺货。今天 NVIDIA 是 AI 晶片市场92%垄断，市值5兆美金。Thiel 7题全中，技术好10倍通过，时机对，压 GPU 通用运算压了15年通过，垄断通过，团队黄仁勋本人加 CUDA 工程师护城河通过 ，Distribution 通过，护城河 CUDA 软体生态20年护城河 ，AMD 写一份要18个月通过 ，Secret 压 GPU 通用运算10年没人看好通过。案例2 ，Tesla 2003到2026，小市场 ，Roadster 只给矽谷宅男，年销147辆，100%垄断。2008年没有量产电动跑车对手。横向扩张顺序 ：Roadster、Model S、Model X、Model 3、Model Y、Cybertruck、Semi 卡车、太阳能板、Powerwall、全自驾、Robotaxi、Optimus 机器人。Secret。Musk 2008年说电动车会成为主流交通工具时，全世界觉得他疯了。今天 Tesla 市值1.5兆，全球车厂加总都比不上 Tesla 一家。这2个案例告诉你 ，Thiel 框架不是理论，是矽谷实战指南。会用的人5兆，不会用的人开店。把镜头拉回华人创业者 ，Thiel 框架是普世原则，但华人创业者最常输，因为文化上鼓励一去 N。陷阱1：先看别人做什么再做。台湾早餐店看美而美红了，开美而美 2.0； 看吉野家红了，开模仿日式食堂；看真奶红了，开类似品牌；看 Threads 红了，开抄袭账号。从小教育就是跟着大家走比较安全，所以一辈子在一去 N。陷阱2：为了快速赚钱做红海。学员问我，老师，我想做电商，我想做美妆，我想做夜市美食，全是100亿红海。Thiel 框架直接打脸，你进去就是去当第1001个玩家，没有垄断可能，只能跟人拼价格、拼通路、拼速度，打到流血。陷阱3：迷信先进场优势。学员讲，我要第一个做 AI 教育，我要第一个做台湾的 ChatGPT， 我要第一个做 AI 数字员工。但你不一定赢，因为最后一个做的人会把问题彻底解决。1998年第一个做搜寻引擎的人，现在没人记得，但 Google 统治了28年。陷阱4：市场大才做。学员打分时都问市场够不够大 ，Thiel 打脸，你应该问小到对手不想做吗？如果不小，你进去等死。陷阱5：合群是美德。华人文化崇尚和谐，崇尚合群，崇尚不要太突出。但0到1创业者天生就是不合群的怪人。Steve Jobs 偏执 ，Elon Musk 工作狂 ，Mark Zuckerberg 没情商 ，Jeff Bezos 严苛到员工怕到哭。如果你想当大家眼中的好相处的好人，你不会0到1。对比正解 ，Jimmy Donaldson、Mr. Beast 2012做 YouTube 时 ，YouTube 上已经有上千万个频道。他选最小的逆势，烧钱做极端挑战赛。所有人说烧钱做挑战赛疯了，那就是 Secret。今天他全球第1 YouTuber， 订阅数3亿，个人净资产5亿美金。从小市场加 Secret 加横向扩张加 Last Mover，
这就是华人创业者最该学的0到1 SOP。别怕被笑疯了，被笑疯正是 Secret 该有的反应。从理论翻成实战，给你龙虾学院5招 Zero to One 落地版。第一招，每个月写 Secret 清单。每个月初拿一张纸，写下我看到3个别人看不到的秘密。写不出来，你就是在1到 N。秘密长什么样？例子 ：AI 客服在2027会取代80%线上客服，但2026没有完整解放，做这个是 Secret。龙虾学院 AI 数字员工模式可以复制到牙医科，一个专业科还没人这样做，做这个是 Secret。Threads 的中年男性教养话题没人深耕，目前都是育儿妈、中年爸视角是 Secret。写得出 Secret， 你才在0到1；写不出来，别创业，先回去打工观察。第二招，找你最小的可垄断市场，不是全台湾 AI 教育这种大市场，而是台北市东区30到40岁牙医师 AI 数位化咨询这种超小市场，小到目标客户5万个以下，对手觉得做了不划算，在这里做到100%垄断。客户基数小没关系，一个牙医师年收入200-300万，你抓1000个就是30亿级别生意。第三招，用屁友7题自检，每3个月拿7题逼问自己 ：Engineering 是渐进还是10倍突破 ？Timing 对吗 ？Monopoly 5年内100%吗 ？People 不换不可吗 ？Distribution 会卖吗 ？Durability 10年护城河在吗 ？Secret 看到了吗？7题全 yes 继续，任何一题摇头就停损或转轴。第四招，涨价测试，每年固定涨价1次，看客户反应。涨价30%，客户会跑光吗？跑光就是你在竞争，在红海；不跑光，甚至排队更多，你在垄断，有定价权。涨价测试是判断你垄断强度最快的方法。第五招，横向扩张前先100%垄断小市场，不要还没搞定第1个市场就跳到第2个。Amazon 卖了4年书才开始卖 CD，Facebook 在 Harvard 待了8个月才扩张到常春藤，Tesla Roadster 卖了4年才出 Model S。Apple iPod 卖了6年才出 iPhone， 搞定第1个再扩张，顺序不能反。多数创业者犯的错就是还没搞定第1个就被第2个机会诱惑，结果2个都没搞定。最后换我讲我自己。2024年12月，我进场 AI 内容产业时，所有人都在做什么？1到 N， 开频道做订阅，卖 ChatGPT 入门课，卖 Prompt 模板，做 AI 教学 IG 账号，跟着大家拍 Reels， 全部红海。前面1000个玩家急死，进场第1天就要打价格战。我那时候坐在桌前问自己 SEAL 的 Secret Question： 我看到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秘密吗？我想了1周，答案是有。Secret 是未来5年所有企业需要真实老师的 AI 数字员工，不是模板，是会24小时复制老师判断的 AI 员工。所有人在做1到 N， 教 ChatGPT 写文案，我做0到1。把老师本人变成 AI 员工，所有人说疯了 ，VC 没人投，家人觉得我傻，被笑疯，证明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我的小市场不是全台湾 AI 教育，而是台湾中年知识型创业者把自己训练成 AI 员工这个超小欺骗。对手0个，因为大家都在抢教 ChatGPT 通用课，没人在做 IP 加 AI 双引擎这个切片。然后我套用私有7题自检 ，Engineering Cursor 加 Claude Opus 加全自动脚本管线，比首度好100倍。Timing 2024 Claude Opus 加 Sora 加 Suno 加 Eleven Labs 刚好成熟，早1年做不出来，晚1年竞争对手就追上。Monopoly 我这个超小欺骗100%垄断。People 我自己1个人就是核心，我的教练 IP 加 AI 训练流程复制不了。Distribution YouTube 长片加 Shorts 加实战训练营3条通路。Durability IP 护城河是我自己18个月内容沉淀，光是龙虾经济学1个频道就50几深度内容，对手要花18个月才能追到我今天的位置。Secret 别人在卖 ChatGPT 课，我在卖自己的 AI 副本。7题全 yes 我下属，结果18个月做到4个频道47集长片200多支 Shorts，龙虾学院实战训练营上百位学员，1到 N 的人还在抢 ChatGPT 课程市场，我已经往
AI 数字圆估集团横向扩张。这就是 Zero to One， 别人打架，我建王国。来，黄金5重点总复习。第一，从0到1跟从1到 N 的根本差别。改变世界的人都在0到1，被改变的人都在1到 N。多数华人创业者卡在1到 N， 跟1000个对手打架，天花板从第一天就被锁死。问自己，你过去3年做的事是0到1还是1到 N？ 如果是后者，赶快转轴。第二，竞争跟垄断的伪善 paradox。真垄断者伪装成竞争者，怕被反垄断；真竞争者伪装成垄断者，怕承认红海。判断指标就是定价权，能涨价 30%， 客户还是来就是垄断；涨价 10%， 客户就跑光就是竞争。每年涨价一次，测你的垄断强度。第三，垄断4特征：专属技术、10倍突破、加网络效应、加规模经济、加品牌。4个齐备才是坚固垄断，只有1、2个就是脆弱垄断，只有0个那不是创业是开店。Google、Apple、Amazon、Nvidia、Tesla 都是4个权重。第四，小市场加100%垄断，加横向扩张，加 last mover 4步进场顺序，从小做起，做到100%再扩张。Amazon 从只卖书 ，Facebook 从 Harvard 6800人 ，Tesla 从147辆，这就是进场 SOP。第五 ，TO 7大必答题 ：Engineering、Timing、Monopoly、People、Distribution、Durability、Secret。Secret question 最重要，看不到 secret 的人一辈子卡在1到 N。记住 Peter Thiel 那句最炸的话 ：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 Monopoly is the goal。把这句话写下来，贴桌前，每天早上看一次。创业者每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赢对手，是怎么让对手不存在。下集 EP52 创新者的窘境 ，Clayton Christensen 教授、Steve Jobs、Andy Grove 都把这本当圣经。Christensen 提出一个跟 Thiel 相反的观察：垄断者都会被新进者颠覆，因为他们做对了所有事情。EP52 讲为什么诺基亚、柯达、百事达都是被自己的成果杀死的。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圆估龙虾学院，我们下期见。